面对能夺取一切名声与爱戴的证据，阿祖就是这个态度。俄罗斯很可能存在一个能干掉祖国人的武器。复仇之心让布切尔暂且抛下了底线，使用了临时5号，一套连招从火药嘴里知道了些许内幕。士兵男孩根本就不是牺牲于旧时，而是死于1984年尼加拉瓜的一场战斗，且此事与马洛里息息相关。开了临时外挂，布切尔也处在了封号边缘，但好在兄弟们全都归位了。强迫症母乳入门第一件事大扫除啊！他对男孩们就一个要求：保持卫生。这让法兰奇着实有点难受啊！阔别一载，母乳对修义的疼爱是一点没变。后者坐办公室指点江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认贼作父老修义的事迹成了布切尔最大的乐点，不得不给他颁发年度蠢逼奖啊！布切尔今天就要带兄弟们去见马洛里，到底要问问士兵男孩背后的秘密。法兰奇收到了一条短信后，扭扭捏捏的请了假。介于他平时从不旷工，准时打卡，波切尔骂骂咧咧的同意了。可修义明面上还是纽曼的2把手，想不起疑就得付出点疼痛了，直接请西梅子折折自己的手臂。母乳2爸还专门给他挑了个不会留后遗症的关节，咔吧一声过后，修义险些撅过去。法兰奇要见的人就是他老相好雪莉，说出来都是苦水啊。男孩们和中情局合作对抗超人类，因此被赦免，走上了人生正轨。可雪莉一见女流找不到那种好差事生存，便跑去给俄国女大佬小妮娜卖命去了。不久前，一群神秘人劫走了小妮娜的货，负责运输的雪莉必将被兴师问罪，这才托法兰奇弄到本假护照，远走高飞。法兰奇一听就心软了，当即决定补偿小妮娜，可对方等于是一个行走的酷刑大全呢。法兰奇这一去指定是胆小误入了。雪莉想要私奔，可法兰奇早已不在一身轻啊，背负着使命和情谊的他必须留下来。只是没走多远，法兰奇就被小妮娜的手下绑了票了，被迫去见了这位俄罗斯女大佬。这一瞅就是2代老相好了。小妮娜说起自己的酷刑时，脸上那是一点人性都没有啊。法兰奇曾是她的左牛右马，是女大佬的小奶狗啊。在小妮娜眼里，她永远都是那个被拴着链子的狗，区别只是现在换了主人罢了。她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法兰奇，雪莉是黑吃黑，根本没有神秘劫匪。如果法兰奇替她解决这事儿，还能享受一下女大佬的宠爱，威胁什么的就没有趣味了。小妮娜放她安全离开，好好考虑一下这笔交易。与此同时，男孩们抵达了安全屋，见到了马洛里。莱恩还是跟布切尔那般亲昵，就像留守儿童终于等来了爸爸。屠夫这慈爱的一面倒是让大伙意料不到啊！果然人都是有两面性格的。听闻布切尔是要有事相商，马洛里瞬间就皱眉了。大人们在谈话期间只能是喜美子陪孩子玩，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，拥有超能力却畏惧超能力，这所谓的天赋夺走了他们本该拥有的平凡生活。莱恩的样子让喜美子想起了自己的弟弟，不自觉地对男孩多了几分疼爱。马洛里是万万没想到啊，自己一手提拔的纽曼就是包头虾，亏他在听证会上拼命保护对方。在商量解决纽曼这事之前，布切尔要听听尼加拉瓜的故事，诚意取决于内容。马洛里说瞎话一点不思考，本想蒙混过关，但布切尔知道的确实有点多了呀。事关士兵男孩与自己的恩怨，母乳也质疑的看向了上校。马洛里还是死鸭子嘴硬，布切尔不得不使用下策。他已经查出马洛里保险柜的具体位置，里面的档案记录了各地探员的详细信息。今天这局若是不坦诚，波切尔直接上网曝光，大秘密都让人拍脸上了，马洛里也只能坦白了。事情要回到1984年的查理计划，当时尼加拉瓜的人民发起了反美帝的抗争，拒绝漂亮国的民族压迫与独裁，倡导的抗美爱国革命被称之为桑迪诺主义，之中也有卖国求荣的反对派，两者形成对立，这本质上是美苏之间的棋盘博弈。马洛里被派去对抗桑迪诺，援助反对派，可他们的军费出了问题，马洛里直接兜售反对派的毒品，所获得的利润全部充公购买武器，美名其曰要不惜一切代价击溃苏联红军，可他们却选择了把道德底线放在脚下，并跳一段踩烟头舞啊！毒品几乎都卖给了少数族裔，直接利用这个瓦解他们。听到这儿的男孩们脸上无一不是愤怒和震惊。直到1984年年末，政府给他们送来了一批超级武器，助他们打败桑迪诺。这批武器就是英雄组织血债血偿。
在马洛里眼里，这就是一群可笑的猴子，喜欢哗众取宠的变态团伙。当天，他就和士兵男孩起了口角冲突，原因是这群崽种要开火寻欢作乐，这种行为会让营地暴露。士兵男孩虽然停手了，却把注意力放在了马洛里的姿色上面，众人一脸尴尬，伯爵夫人更是气得闭目摇头啊。血债血偿的负责人也在营地，他就是沃特现在的 CEO 艾德加。不过当时艾德加也只是沃特的一名合伙人而已。这帮怪胎的到来让马洛里非常不爽，他是个传统的士兵，可这又是政府和沃特的合作，军令难违。一次正式把超人类投入实战就妨碍了自己，马洛里是一点没给艾德加好脸色。究其原因是血债血偿没有纪律，把战场当成了巡演，如此下去营地会被偷袭。当中就属虫人是个傻炮啊，没事就喜欢飞来飞去展示自己，奈何马洛里又不能怎么样，艾德加有上头的手术，他马洛里也只能是言听计从。马洛里和反抗军的关系如同家人，更是把其中一个男孩当作弟弟照顾。每当他看见血债血偿脸，都会耷拉下来。马洛里意外听到了艾德加和玄色的对话，后者想做团队的主 C， 更不想戴着面具对敌。可哑巴加忍者的人设支持率极高，深受男孩们喜爱啊。特种部队的蛇眼就是个例子，况且戴着面具神秘感十足，人会有一系列的遐想。只可惜玄色是个黑人，那时候肤色还饱受争议，他想成为喜剧演员艾迪·墨菲那种人。对此艾德加也懒得管他，头盔你爱戴不戴，但后果要自己承担。马洛里反手就被士兵男孩骚扰了，这厮话里话外都带着撩拨，当真是个老色批。不过马洛里也不怂啊，直言不会有女人真正喜欢他。士兵男孩也不想自讨没趣儿，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敌人发起了突袭，那个男孩当场阵亡。听到一半的布切尔直接喊停啊！临时5号的作用来了，他不得不离席控制一下，坐在地上竭力控制着镭射眼的爆发，辣眼辣的布切尔蓄满泪水啊！好在这种情况很快就过去了。莱恩很担心他，一直在厕所门口等着，怕他窜稀窜饿了，还给了一包小饼干啊！这是贝加最喜欢干的事儿，吃着这个饼干有助于消化，但味道一言难尽。回忆起这一点，两人都笑了。可莱恩并不是那么好互动的，超级听力告诉他，波切尔身体出了问题。屠夫归位后，马洛里书接上回，不出意外就是虫人飞天装杯引起了注意，他已经被轰成渣渣了。埃德加则在保护下撤离了营地，血债血偿的人更是见谁杀谁，敌我不分，反正谁靠近谁就得死。政府派来帮忙的人反而拖累了马洛里，好在士兵男孩和玄色还相当靠谱，马洛里协助他们共同迎敌。可士兵男孩的随身马载火药多少有点过分了，做机枪上越扫越兴奋，为数不多的反抗军让他弄死一片，最关键是上瘾了停不了手啊，朝着马洛里也是一顿扫射，伴随着敌人的炮弹轰炸，马洛里最终失去了意识。醒来后战斗基本结束了，玄色坐在地上颤颤巍巍，半边脸已经被炸毁了，还是因为面具付出了代价。其他成员无一不是重伤倒地。伯爵夫人突然跑来求助，说敌人用某种武器杀死了士兵男孩，尸体也被带走了。话音刚落，一架直升机从马洛里视野中飞向了远处。这场战斗马洛里损失了116名兄弟，但沃特却没有承担任何责任。也是打那天起，马洛里决定要让沃特也血债血偿。这个故事中，波切尔听到了最想听的事儿，一个能杀死士兵男孩的武器。马洛里故意支开了母乳和休伊，波切尔终于按耐不住自己的质疑。男孩们能走到今天，都是因为马洛里在穿针引线。有这种足以杀死祖国人的武器，为何要隐瞒呢？马洛里却告诉他，这武器不一定对祖国人有效，即使有效又如何呢？祖国人死了就能平息一切吗？到时候波切尔还不是会去追杀其他超人类？波切尔不管他这些，自己要是能早点拿到这个武器，贝加不会死，莱恩也不用提心吊胆地躲着祖国人。这次谈话，两人对对方相互失望。马洛里以为波切尔改变了，不像他父亲一样充满仇恨，但他错了，波切尔一点没变。最终男孩们离开了安全屋，莱恩感觉出波切尔不对劲儿，跑上来关怀一下，哪知波切尔异常暴躁，不管不顾，给莱恩的感觉就是他也要抛弃自己。波切尔也不解释，直言不想看到莱恩，若不是因为你，贝加也不会死。这话伤透了莱恩，他压制住内心怒火，扯下吊坠，要和布切尔撇清关系，而这却不是布切尔的本意。队员们对他的行为也是相当气愤，西梅斯更是气得一屁股坐在凳子上。他想带着法兰奇离开，跟这种人共事有损阴德呀。母乳更是带着自己的东西走人了，休伊则是一言不发。法兰奇把小妮娜的事说了出来，他并不知道波切尔今天具体干了啥，一听说法兰奇见了俄罗斯女大佬，波切尔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，不妨靠小妮娜去俄罗斯勘探一下那个武器。生日宴之后，阿祖的一番话说到了安妮心里，
小时候他就是母亲的摇钱树，去参加各种选秀活动，明明还是个孩子，却干着成年人要干的事儿，跳的舞也充斥着不符合他这个年龄的魅惑。可这从不是安妮自愿的，他想过反抗母亲，却最终只能在身后死死攥住拳头。阿祖的抗议演讲让他有所动容，所有人都以为他这个破罐子破摔的行为会葬送前程，结果他就出乎那个意料了。阿祖的坦诚让他人气回春，甚至创造了历史记录。这好消息让阿祖喜笑颜开，当场来了生理反应。民意调查显示，人们更喜欢阿祖放飞自我。祖国人和星光的 CP 更是热度爆炸，热度碾压了当年的士兵男孩啊！这就是阿祖想要的关注啊！7人组新成员的选举也将落下帷幕。目前3个人料选出2个，为首的就是安妮的初恋超音速，其他2个分别是墨西哥裔的月影以及穆斯林英雄希尔弗。安妮更倾向希尔弗，因为对方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大使，也是参赛选手中救人经验最多的那个。安妮有艾德加的许可，对2个新成员拥有决定权，就连阿祖都没有资格改变他的想法。安妮念及旧情，偷偷叫来了超音速，放大音乐防止被阿祖偷听。他希望这个老相好能够自愿退出比赛。如今祖国人的情况不太对劲儿，深入其中可能会丧命。但扬名立万不仅是安妮的梦想，也是超音速的梦想。他怎么可能会白白放弃这个追逐名利的机会呢？火车头虽然还占着7人组的一席位置，但他离过世网红也就差个过世了。作为一个超级英雄，却不能使用超能力，这跟买泡面没有面饼没什么区别。火车头决定跟哥哥回家看看，同时后悔当年为了比赛注射了5号化合物，否则今天仍是他的人生巅峰啊！看侄子们玩拍手背的游戏，哥俩突然想起了小时候，结果嫂子和侄子都嘲笑他的非球限定战役，并非是笑他的文化，而是笑他口中的弘扬文化。谁不知道你火车头是为了恰饭？哥哥希望他能退出7人组，回归淳朴。有时候陪家人比拿到任何名利都开心。火车头却不想这么早退休，哥哥不得已给他想了个办法。现在一名叫蓝鹰的英雄相当红啊，红不是因为他劫富济贫，而是不干人事。当然了，这事儿别人不知道啊，那家伙就是随机暴打一个黑人，仗着有白人歧视者，然后被视为民间英雄。火车头既然那么想弘扬黑人文化，那就公开处刑这个家伙，为社区的居民讨个公道。结果火车头拒绝了，我一个超级英雄加超级巨星，不能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。这安妮私自做出决定的事儿传到了阿祖耳朵里，他也是队长，也有发言权，甚至策划好了一个超级大反转的剧本，到时候收视率绝对会高的压撇。安妮却根本不屌他，奈何阿祖强迫他见了见超级大反转。7人组新成员也就是老成员深海视野，安妮愣在原地，深海导出文件的画面还历历在目。更恶心的是，深海老婆还是自己的假亲密。深海掏出一条纯金海豚项链，海豚象征着友谊和平，这趟是来求原谅的。安妮当然没有选择原谅他呀，阿祖也不肯退让，他是不可能让墨西哥裔或者穆斯林加入7人组的。7人组得是美利坚联盟，种族是个门槛，况且阿祖现在事业回春，人气暴增啊，在人气就是权力的沃特里，他这次有权干涉。安妮不得已提到了监控，那可是阿祖葬送一整架飞机生命的珍贵录像啊！本以为阿祖会退让，结果他反手关了门。正所谓债多不愁人呢，或许视频公布后他会失去一切，但他也将变得没有什么可失去的。同归于尽的计划都想好了，从白宫到5家大楼，从国防到设施网络，他不介意把纽约从地图上抹除，再把安妮和梅芙的家乡铲平，就为图个乐。他想要的东西很简单，名声和爱戴。若所有人都想夺走这些，他不介意放纵一把。Because I am the Homelander, and I really can do whatever the fuck I want. 眼看安妮沉默，没有任何后手，阿祖表情逐渐狰狞。深海这边行房事的过程中，一只章鱼跟他虚空对线，于是乎深海的身体属于妻子，但脑子里想的全是章鱼。安妮把阿祖的事儿告诉了修乙，突然明白他为何不建议自己当联合队长了。安妮萌生了退役，现在的阿祖太变态了。可修乙一改之前的态度，想让安妮多坚持一段时间。他们这边正在寻找杀死祖国人的武器，在那之前需要安妮拖延一段时间。也就是说，他要继续和阿祖相处，忍受着对方的喜怒无常，同时还要提防自己被杀死。而连卧底的时长都不知道，安妮顿时感觉自己成了陈永仁呢。更令他难过的是，修乙开始变得像布切尔一样，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甚至愿意让爱人去当卧底。但安妮还是答应了。为了庆祝深海回归，阿祖请他吃了顿海鲜自助，都给他馋哭了，一度进食空气。
今儿个阿祖是真高兴啊，愈发感受到百姓的爱戴。早知道放飞自我能这样，谁还费劲拍那么多集啊？他是越想越开心，越觉得自己没了压力。这不得请深海吃个大菜庆祝庆祝吗？虚空兑现的章鱼一出现，深海只感觉头皮发麻。他还在哀求深海放过自己，还有自己的家人。结果妻子发短信催促深海赶紧吃。在女人眼里，名利要比丈夫的本性重要的多，加上阿祖在旁边逼他，深海最终含泪生吞，满足了这群人的变态癖好。新成员入选来临前，超音速来见了安妮。他原本想听安妮的话退出比赛，但思前想后还是要留下来。这次不是在为了名利，而是为了陪伴安妮。他不想让初恋一个人面对阿祖，两个人一起或许还能分担压力。修一可能要换帽子了呀。波切尔白天的举动遭到了大家的抵制，只有修一从头到尾一言不发。他明白波切尔的用意，眼下要开战了，让莱恩恨总比让莱恩死要强啊。好兄弟的理解直接让临时5号的副作用发作，当场来了个你说的很好啊，都他妈给我说吐了呀。 What the fuck？ 落选正式开始，首位新成员毫无疑问就是超音速，另外2位选手更紧张了，这可是2选1的精心时刻。然而阿祖一句话诠释了什么叫做内定。有请新成员，压根儿没参加比赛却能夺冠的深海，随即告诉2位选手，你们也没白来呀，最起码我阿祖给你们上了一课呀。大家都知道深海和星光的恩怨，今天阿祖做个公证人，你俩就化干戈为玉帛，以后你们还是好兄弟姐妹。为什么没有我？因为我和星光在一起了。此言一出，安妮都没词儿了呀。这个消息的公布必将引起轰动，这次换安妮双耳嗡鸣，仿佛又看到了母亲操控自己的画面。但她为了最后的结局选择隐忍，主动吻向了阿祖，身后再次死死攥住拳头，似乎是对这狗屁世界发起了无声的反抗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